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还在山西。最近呢，我都会在山西转一转，然后一路向北。之前呢，我们在云贵川看到很多天坑村或者悬崖村，大家都觉得非常有意思。那今天我们来的是山西黄土高原上一个更有意思的村落，就是里面大部分村民啊，到现在还住在地下。听到住在地下，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奇怪？也确实如此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这个地下村落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因为据说这个地方还藏了很多秘密，就是连专家都无法解释的。爷爷，你现在还住在这样的窑洞里面吗？那里才有的。哦，这有。你是住在地上面还是地下的窑洞里面？哦，你也是住在地下的窑洞里面是吧？哦，这个窑洞很多年嘛，这边好多哈。现在呢，我已经进入到村落，这里是一条马路，大家看看前方，这里是不是一扇大门？正常来讲的话，门后面就是房屋，但是它这里的门后面感觉没有什么东西。那其实这个确实是一扇门呢，只不过呢，这个门是通往下面的。我们往前面走一走，现在这个门是锁住了啊，我们走上来就能看到这里别有洞天。这里就是一个地下四合院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四合院看起来是比较新，应该是经过修缮的，现在好像没有人居住。那这个四合院是叫什么名字呢？它就是黄土高原上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建筑——地坑院、地下四合院。这种地下四合院、地坑院，之前我们在陕西的百社村看过，那里非常多啊。统计的话，大概可能有100多座。其实呢，在河南的三门峡也有，今天在山西也看到了。其实这种地坑院呢，有一个很好听的，像民谣、歌谣一样的，就是见树不见村，见村不见人，闻声不见人。意思就是说，大家看到周围很多树，但是呢，你只能看到树，却没有看到房屋。来到这个村落呢，也看不到人，听到有人说话，也看不到人。这主要是因为人呢都在地下。当然了，这是以前的一种说法。现在呢，很多房屋呢是建在地面上，肯定是有所区别的。在这个地方啊，非常多的地坑院，我们这里看到的是经过修缮的，在前方还有一些没有经过修缮的。那么这些地下四合院、地坑院，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，包括我自己呀，就是如果碰到雨季、下暴雨的话，那里面会不会被淹掉？因为它排水是怎么弄的？还有一点呢，你看这个是地坑院的上面，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去。那么是怎样避免人掉下去的？是否真的有人掉下去呢？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一看这个其他的四合院、地坑院。地坑院就是房子建在地下的建筑，这种古老的民居在我国还是比较罕见的，主要是在黄土高原。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地下呢？因为黄土高原干旱，缺雨少水，森林覆盖呢也不多，所以建造房屋所需要的石头、木头都比较少，很罕见嘛。所以他们当时居住在黄土高原上的先人们，就必须要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建造房屋，也算是他们懂得因地制宜。黄土高原有一些地方呢，土质结构紧密，抗压抗震都非常不错，而且呢10年久旱，土壤呢相对来说比较干燥，所以他们建造地下四合院就非常合适。因为黄土高原它四季温差是非常大的，地坑院呢冬暖夏凉，常年温度可能10到20度左右，所以住起来非常舒服。而且呢，在黄土高原上面建造地下四合院呢，结构简单，用材少，建造房屋的成本低。对于缺乏木头、石头等常见的建房屋的材料来说，他们建造地下四合院、地坑院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现在是在山西寿阳的南东村，这个也是一个千年古村落。关于这个村落的历史呢，我们也查到更多的资料，但是通过我在这个村落里面行走，看到它的这些民居以及地坑院，推测呢，这个村落估计呢有上千年的历史。因为这个地方离太原很近，大概就是60公里。在以前呢，
也算是一个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。你像这些地坑院，包括村子里面的建筑，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。那么其实往前推想的话，这个村落历史肯定是更悠久了。还有一点，这个村落里面有一个未解之谜，也可以推算出这个村落有千年的历史。等一下我们能够看得到，在刚刚那个地坑院旁边也有一个，大家看看，这个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挖出来的，在这个上面就是平地，你如果不熟悉的人，谁能够想到下面呢就是窑洞呢？这里还写了几个字，1982年5·1，那么下面这一排呢，可能就是上个世纪82年经过修缮的。下这个地下四合院之前，我们先来解释一下第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没有人会摔下去。你看这里呢是有护栏，当然这个是后面弄的简易的。那其实这种地坑院在建设之前，它就会在这个周边加50公分到1米的那个护栏一样的，这个就是防止大家摔下去，主要是防止那些小孩或者是说老人，因为大人的话很少会那个摔下去。首先呢，他是从小在这种村落里面长大，对整个村落的环境、地坑院在哪个位置都是耳熟能详，所以就不会。这个四合院呢，看起来历史是非常悠久的。首先可以看到下面是那种纯粹黄泥土里面挖出来的。另外一点呢，这个树木在这个里面长了这么大，那就证明这个四合院存在的时间比较久。往往是一棵树就能见证历史，树有多长，就这个村有多长。到了这里呢，就这个院落有多久。这里是路口。山西和陕西的这些地坑院呢，我感觉一个区别就是它们路口不一样。在陕西的话，这里是没有地面建筑的，它是直接那个一条道路下去，到了底下弄一个门，就像我们走地下宫殿一样的弄一个门。而它这里呢是直接在上面弄一个门，可能是由于那个变化吧，以前可能是在下面，后面经过修缮弄在这里了。走下去看看，用石头铺成的。而在陕西那边呢，基本上都是黄泥土。哇，这完全是别有洞天呐！这里面应该整体来说都是经过修缮的。你看那个地基用石头，它是在原有的窑洞上面经过修缮的。那几棵树呢，估计起码有70、80年的历史。那么这样算起来，这个窑洞呢，100、200年是最少的，我估计呢可能还不止。那其实以前呢，这里也是有的。一般这种地下四合院呢，普遍是8个窑洞，其中7个窑洞能使用，1个窑洞是通道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更大的，有12个、13个等等的。到了这里呢，我们就来回答第二个问题，大家比较关心的。碰到下雨，这里面会被淹掉？其实不会呀。第一点就是本身黄土高原缺雨少水，下雨的话比较少。另外一点呢，它这里种植了很多树，那么如果碰到下雨的时候，雨水呢基本上会通过这个黄土渗进去，因为是黄土嘛，它吸水能力比较强。第三种呢，就是这个是后期的，它院子里面专门修建了一个地漏一样的，水全部到达这个池子里面，然后通过底下渗进去。黄土高原上的地坑院基本都是这样的，不管是雨水还是生活用水，基本上是排入到地下了。为什么说这个地坑院历史悠久呢？你看看这个墙壁就知道了，这里是以前老的窑洞，后面没住人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这个是完全从黄泥土里面挖出来的，起码呢有100、200年的历史了。像这位奶奶就是住在这个地坑院里面，她算是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。现在我们再去其他的地坑院看看，尽管说我们现在脚踩的是一个平地，但其实下面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地坑院里面的窑洞。这个在黄土高原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嘛，你家的院子
是我家的屋顶，说的就是这些窑洞。你像这一个窑洞修建起来，上面肯定是用土压实平的嘛，或者是直接在那个山里面挖出来的。然后挖窑洞呢，基本上是在一个山坡上面。那么到了后面一家，他也要往里面挖窑洞，他就往后面一点，然后前面的院子呢，刚好就是这一家的那个屋顶，所以才有这样一句说法嘛：我家的屋顶是你家的院子。这个在黄土高原上是很常见的。这里又一个那个地下四合院，不过看起来应该是废弃，没人住了。它这里呢用很多这种竹子编制而成，挡住了，就是希望大家小心。这下面种植了很多那个树啊。你看这个窑洞呢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早期的窑洞是这样的，然后后面经过修缮，就弄了那个砖或者石头。因为这些窑洞啊，在黄土高原上存在的历史太早了，所以很多窑洞可能都有几百年。我们在那个陕北那边还看到将近1500年的窑洞，所以窑洞保护得好，一直有人维护的话，存在的时间是非常久的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可能对窑洞的印象还不是太深。这里有个壁画展示的更清楚啊，这就是地下挖出来的。然后呢，里面有几个窑洞住人的，还有厨房。这里呢还有家圈，就是养家禽的。我有点奇怪呀，它这个家禽真的会放在那个窑洞里面吗？因为味道会比较大。如果是放在地上可能好一点。等一下我们在其他窑洞看有没有啊，反正刚刚我们看的是没有。这里又是一个，走下去看看。哎，真的，山西这里的窑洞还是比较有特色，他们的门呢都放在上面。这样的话，这个通道呢也能够避免雨淋，而且呢全是用石头的。在那个陕西那里，基本上用黄泥土，后面呢可能加了一些砖块修饰。而这里你看，上面也是用这种大砖，那可能这个村落当时条件还是很可以的。这里锁住了，进去不了。那关于这个村到底有多久的历史呢？村里的人也说不清楚。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村的另外一个未解之谜了。还有多少人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面？哎呦，我一个随便了呀。好多是吧？哦，我们主要是去看那种传统的，没有经过怎么修缮的，这个才有滋有味。像这里呢，现在是没有住人，草才这么多。以前有人住的话，这里就不会。下面这个窑洞就比较大了，还有人住哎，这有人住，他这里的草干嘛不整理一下呢？来到山西的村落啊，基本上都能看到庙，所以有逢村建庙的说法嘛。这个是叫做三官庙，也是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在三官庙旁边有一个比较小的庙，叫做武道庙。这个村的未解之谜就在这个小庙里面。我们看到墙壁是有一块碑，这个碑叫做奇文碑，长约1.5米，高大概是60-70公分，上面总共是15行，共103个字。大家认识这些字吧？我是不认识，不光我不认识啊，连专家都不认识，因为这个碑文内容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破译，就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现在也没有人知道。尽管到现在没有人能够翻译得出来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也有很多传说。一种说法呢，这个可能跟道教有关；另外一种说法呢，这是以前很早一个民族的文字，后面呢这个民族消失了，那么文字的意思呢就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没有人认识。但是总体来讲，这个文字的历史啊应该是非常久，希望某一天有人能够破解出这些文字的意思。还有一个未解之谜，就是这个村为什么会有地坑院。一开始我们分析的那些原因啊，那只是我们猜想的，因为在整个晋中啊，只有南墩村这里有地坑院，其他地方都没有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谜底，有待于考证。
希望这个南昭村的未解之谜有朝一日能够被别人解开。那这个神秘村落的探寻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